大家好，那我们再来看新的单元哦。那这边要讲有关于这个矩阵跟这一个利用矩阵的方式来解这一个联立方程组这样哦。好，那我们就来先很正式的来看一下矩阵那矩阵就是说其实是我们在整个做计算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结构好。那用 computer science people 的话就叫资料结构好，所以我们来赶快来看一下好，我随便给一个矩阵A 那注意这个符号因为我们几乎我们的存量空间就是一定要一个 field， 在前面花很多时间里面，所以就把它本来是比如说以前我们讲说什么 RD n 次方那是那个 n 维空间，那现在把它变成矩阵就变成是 m 乘 n。变成 n 乘 n， 那前面讲过说它本身也就是什么，它本身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向量那这个符号的表现方式我们就来认真看一下就把它写成 aij 那 m 乘 n 好，那这样的里面就代表两个意义哪两个意义？就是说我里面的那些位元点点点没有 a1n a21 a22 点点点a2n点点点AM1 点点点 AM2 那再点点点那 AMN 点点点那这个我比较喜欢用中括弧来写这个看起来符号比较漂亮一点点所以各位就可以按照这个机制来看它这样好，那所以这个本身它是个什么？它是个 M 乘 N 的一个 matrix，它的大小就是 m 乘 n m 乘 n 这样子那在我们分析的时候就是说会比较喜欢怎么样？喜欢这一个look at 中间某一个 aij 有没有？中间某个 aij 就是我们习惯性常录一个 aij 那这个呢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叫做 entry 或者人叫 entity。所以各种不同的英文的叫法因为毕竟这一些term 你还是要整个把它学会这样好，那这样还不够，就是说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们在 computer 的很多演算法也有什么 row major 什么 column major 什么还 diagonal major 种种的一个运算的一个表现方式好，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 row major， 比如说我把第一列第二列点点点因为这边有很多的英文名词，很多同学都比较容易搞混就是说这中间的第怎么样？第 i 个第 i 列就是 ai1 ai2 点点点到 ain 有没有那这个我们就把它叫什么？我们把它叫做 the ith row 这个 vector， 注意那这个的话在我们就把它叫做我们叫做列第几列第几列有没有就是说我们会第几列，我们看出来这个列向量列向量就是我们第几列的列向量那当然也有行向量，所以这个叫做row approach。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 column approach因为这个符号我在前面大略有讲过因为我在读大学是用的那个课本他用这样的符号，那当然我整个下过功夫就比较喜欢这个符号了好，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说第 J 行变成 A1J A2J 点点点A 注意MJ 不是 NJ 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叫做叫什么？这叫做 the 什么呢？ the J's column vector column vector 好，哇，这个是 column vector， 那这个叫做行向量那刚刚是列向量，这是行向量有没有？行向量那这几个名词要把它记起来这个几个名词把它记起来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一个蛮通用的 common sense。 好，那这个 common sense 接下去的话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基本的那些名词我们大概很快的来看一下，比如说它叫方正就是说 A 呢它的行的数目跟列的数目是一样，这叫方正有没有？比如说
这个时候你就特别注意一下n 乘 n， 好，那所以很多数学符号大概在以后你们写报告甚至有些同学还读研究所的话，这些都是通用的符号，非常通用的符号，也就是说你必须把这些通用符号呢把它会表现当然这些符号里头呢就是说怎么利用这个编辑器去编辑那这个当然是你要交作业的时候就会被要求到，所以这个当它的 size 行的数目跟列的数目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叫什么？我们就把它叫做这一个方正。好，那还有一个零矩阵那零矩阵这个也是常看到比如说这是我的 A， 有没有？我的 AIJ， 你还是要规规矩矩的把它写一下。好，那这个时候 AIJ 等于0那所以因为这个它有大小嘛，有大小，所以有时候人家就会在课本就会写说它是一个 MN 的一个零矩阵或者说那有些书就不管你就直接写的所以就是说那自己反正在写论文或写报告的时候看人家的 paper 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它中间的变化，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来看这一个单位这一个矩阵那单位矩阵这边大概就是说在规范的时候就有几个英文名词的出现，有没有？那单位矩阵一般来讲都是方正方正那里面就是一个叫 delta canonical 这个就是说这个叫做应该是这一个人发明的canonical 的 delta 所以课本也都会出现这些英文的名词出来那这个英文名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好了，我来很快定义一下，就当 i 等于 j 的时候那0 i 不等于 j， 你说老师这个 pick up 这个催逼这个 pick up 这个东西非常容易，但是还是那句老话 eventually 你要把它非常的具体的把它表现出来，那这个具体表现是我们这个领域大家惯用的，你就必须要来熟视这些的那个手法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学了以后呢就会了好，那再往下看，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对角线矩阵，对角矩阵有没有？那这个对角矩阵的话也是我们后面的一个要很大努力的这个事情，那原则上它还是可以变成是 m 乘 n 的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aij 等于0那 i 呢不等于 j 那非对角线的部分呢全部都要等于0，那这种矩阵就叫对角矩阵那这个也太简单了所以比如说我们随便看一个，但是以后大概我们研究这个对角矩阵的时候都是研究方正比较多了100 020，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样？这个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2乘3的矩阵那它的对角线就是在1122那其他以外呢全部都等于0好，那我们如果再看一个再随便看一个1002那这个也很简单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对角线为非0的部分有没有？那其他都为0所以这个矩阵大小是什么？是2乘2。好，那当然呢你说我还有可不可以一个其他的？也可以啊。所以真正我们在做空间映射的时候会用到矩阵所以矩阵其实代表一个线性映射，很快的我们在后面几周就可以看到了所以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说这一个 row 的个数比这个行的个数还要多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什么3乘2的矩阵，所以各位慢慢的熟视或熟悉这些符号以后呢各位就不会有什么太害怕的。那接下去就是说对这些基本的形式已经还有包括它的资料形态都已经做一个简单介绍，我们要看它的运算因为它毕竟也是个向量空间，那前面已经讲到了，但是没有那么严谨的说明好，我们现在就严谨的说明一下。好，我有一个 m 乘 n 的矩阵 A 跟一个 m 乘 n 的矩阵 B 有没有？那一定要大小一样才能够做运算。那 A 跟 B 做运算以后呢，就是它们的新位元就是对应的位元相加。好，那它本身也是 m 乘 n，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简单所以
因为每一门课一开始这些都要做重新规范，要重新规范，要把它整个严谨性交代一遍。好 ，C 是一个存量，有没有 ？A 是一个矩阵，它是一个矩阵 ，m 乘 n，它是一个矩阵，有没有？好，那我在矩阵前面乘一个存量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位元都全部要乘上去，记得哦，每一个位元都全部要乘上去，那跟行列式会不一样。那行列式后面呢，我们有时间之后，我们再另外一批一个章节来做说明，这样哈。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说 C 怎么样呢 ？Multiply two or entries， 好，也就是说，它是要所有的 entry 呢都要怎么样？都要乘上去，好，所以这个同学一定要搞清楚的哈。好，那再来看怎么样呢？刚刚是存量跟矩阵的相乘，那矩阵跟矩阵的相乘，这个就是相对的复杂了，而且也非常的重要哈。好，假如说我 A 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m 乘 n 的矩阵 ，B 呢是一个怎么样？好，来了 n 乘 p 的矩阵。好，那我要做 A 跟 B 相乘的话，会得到一个 C 的矩阵，叫 Cij。注意，它现在是变成 m 乘 p， 那关键在这里，就是说这一个是中间的 bridge， bridge。那关键还是前面讲过说什么左至右、右至左的那些计算，好，那也都跟我们的那些一大堆符号的计算的规范有关系，这样嘿。好，所以这个 Cij 呢，同学要稍微记一下咯。中间这个 bridge 有没有 AIK BKJ 有没有看出来？哦，其实这个式子以后我们都会讲它其实是一个内积呀。这个式子本身其实是一个内积耶。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呢？这个是 AI1 AI2 点点点 AIN 哦。我的 bridge 是 N B1J B2J 点点点BNJ， 那这个是一个 inner product。那先预告一下这个是内积，这是内积有没有？但是各位要先熟识因为整个线性代数从头到尾都有的很多符号会反复的使用那当然这个有需要在这边做一个说明好，那没问题的没问题的话，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早期的考古题研究入的考古题很无聊，进来叫你求你 A 跟 B 相乘，这都吹逼啊！吹逼有没有？假设我给一个1、2、3，有没有？4、5、6，再乘一个1、2、3、4、5、6，这个例子我照的这个刚刚我没有加错。所以原则上你发现呢，它是第一列乘上第一行就得到怎么样？得到我的第一个位元所以得到怎么样呢？得到我的1乘1加上2乘3再加上3乘5所以如此类推。那第二行一样是第一行的第二个元素是第一行跟第一列跟第二行相乘，所以行跟列是常常我们会搞混所以好，那等于1乘上2再加上2乘上4再加上3乘上6，所以以此类推。你可以发现呢这个因为刚开始对很多同学就是说尤其是高中要衔接上来的，我也欢迎你们来收播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收播我们节目？我看看对不对？我这个4乘4 5乘4再来6乘6加上6乘6那我在写讲义的时候是很轻率的把它加了一下，有没有加错？没有时间再验证你们再帮忙验证一下。这个早期的考古题竟然也会考，很奇怪。这个那时候研究所考试真的是把大家当作有点脑袋瓜太简单了好，那其他的那个有关于这一个这一个向量这个矩阵的这一些运算的那些特性，我就在这一节讲义里面就不再讲，因为那个比较啰嗦。我就举了这条题目出来
这道题目N 年前啊，那个交大的那个研究所入学考试考过这道题目，就是说矩阵的乘法具有结合性。那很多同学拿到以后就当场傻眼了，不知道怎么下手哦。那课本里面大概也不去证明，课本那个就是说啊，这个 trivial 哦 A B 相乘之后再乘 C 就等于怎么样 B C 乘跟 A 乘，这个是一个结合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当初拿到这个考题的时候，就是解了一下，来训练我们的同学没有？就说好，我来看看我们怎么对它的熟悉，因为它被先做计算的嘛，我就令它成 Dij 好了哈。那 A 跟 B 相乘的话，你可以看到，好，它的 size 是 m 乘 n 再 n 乘 p， 所以变成 m 乘 p， 有没有看到？那还有后面一个结合是 BC， BC 又另外一个，我们就把它令它等于什么？令它等于ED1 好 IJ， 注意这边的写法，所以它是 B 乘 C， 所以等于 N 乘 Q， 这样没问题，有没有？好。那我要来检查我这个式子哈，我就令它，所以这个是我写的比较啰嗦，你们当然也可以自己再练习一下，有没有？那 A 乘 B 乘 C 最后是一定要变成 M 乘 Q， 没有错。那这个式子很清楚等于 D 乘 C， 那我再令 A B C 这个等于怎样呢？等于 FG。这个我的设的是有点小啰嗦了哈，那没有关系哈，就是说你们到时候自己解题目的时候，自己也可以懂了以后把它很具体的表现出来。这样我们看到我先布局布好了，那布好我来检查，我要检查什么事情？我要检查这一个 Fij 这个位元跟这个 Gi 这个位元如果同一个的话，那我们答案就怎么样？我们答案就当。有没有？我们答案就 OK 的嘿。好，我就先布了一个局，有没有？先布了一个局这样哈。所以那一年有学生问我说：“哇，老师这题目吓一跳，他进去考试考出来他呆了嘿，呆了哈，就是说这个不知道怎么 handle 嘿。”好了，老师那时候上课就跟他们讲了一次嘿，你可以看到。好，那很明显我的 Fij 怎么得到的？注意，我现在是等于是。D 乘 C 有没有？我说要从这边来下手，所以它等于什么 ？DIK CKJ 有没有？那 K 从 E 到 P， 注意因为我们的 D 的话是什么？我们 D 是 M 乘 P， 所以它的 bridge 是 P。好，把式子再带一遍 ，summation 有没有 ？K 从 E，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 DIK 再带一遍。好，那 D 的话是谁啊？你看 D 是谁？是这个式子，我们看出来是 A 乘 B。好，所以呢要很有耐性很有耐心的把它处理一下所以当初我这个题目我本来想说在以前在教书的时候这个任务 trivial 我们看出来，那 trivial 可是学生拿到以后呢也不 trivial， 第一次在解它的时候也要动点心思，我们看出来要很有规律很有具体的写给同学们这样把它整理好了按照定义来。那问题是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重新整理，把它整理成这样，能不能看出来？那 summation r 等于1到 n， 那变 AIRBRK， 哇，好漂亮 ，CKJ 有没有？那这个式子它可以做交换，因为 summation 里头的那个 term它是一个什么累加的 term， 所以中间记得这个是绝招在这里，有没有？那里面还是照样不动，有没有？BRK CKJ 这个记得这个绝招是在这一个式子。那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一些 entry 都从哪边来的？这些 entry 都是属于 F， 都是存量。那存量里面的那个存量的乘法既有交换性当初我们在定义那个 phi 的时候有14个条件？所以为什么说我在前面要补一个那么长的时间去教你们代数系统？因为彻底的解决那些问题以后，很多的严谨性你都不会挂在心上解决不动。好，那故事还没讲完，继续往下看。那我已经解到这一段了没有？解到这一段，那刚刚已经讲到这一段了没有？所以记得我们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是 the ij's entry of
A B C， 我要证明它要等于什么 A 挂弧 B C 有没有的 entry？ 好，那没问题，继续往下写，嘿，我就把它绕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呢，这个 R 怎么样？这个时候发现这个它跟 K 无关的，所以我可以往前提，往前提有没有？往前提变 R 等于1。所以那年教导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同学回来回报的时候就是很紧张，没看出来。所以有些细节还是上课要老师要认真推示给你们看你们才会有感觉。嘿，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在 BRK 有没有 CKJ？ 嘿，好，那这个呢，那就没问题的是这个式子现在就可以把它换回来了嘛？有没有看这换回来换成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 summation r 从1到 n air。 诶，这个式子不就是我的什么？我的 ERJ 吗？你注意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有没有看到？它的 ERJ 有没有？灰，好，再把它画粗一点点，我看得懂就好了。所以这个式子不就是等于我们什么 GIJ？ 所以这个就变成谁？变 the IJ's entry of A B C， 有没有看出来？这个细节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就是在训练你对这个符号熟不熟，熟不熟这样所以呢，A B 这个呢三个矩阵相乘的话，具有什么？具有结合性，那这个证明这个我就特别把它拿出来一下。那还有一个要知道的知识，就是说矩阵相乘不具有交换性，这个一定要记得，所以那比如说我举了一个例子A 1 2 3 4 5 6，那因为矩阵相乘的时候就会受到那个 size 的影响。你说老师怎么举那么简单？当然越简单越好。那其实我这已经不够简单，还可以更简单一点。所以你会发现怎样呢？第一件事情size 的问题就不对了，根本不可能相等。比如说 A 乘 B 的 size 它是2乘3，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它3乘2，所以乘出来矩阵是2乘2。那你看看如果 B 乘 A 呢？ B 乘 A 如果说今天它是3乘2，它是2乘3，所以乘出来的矩阵呢，乘出来矩阵变多少？变3乘3，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比嘛。第一个就是说 AB 跟 BA 根本没办法比，第一个大小的问题有没有？所以这个当然就告诉我们说没有办法怎么样cannot 有没有？就是说这个 comparison comparison 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大问题，你怎么去比？你没有办法比，好，那没办法比的话呢，那如果说你说老师如果没有怎么样，没有大小的问题可不可以？可以。那这个是某一个学校的某一年的那个研究所入学考题有没有？好，叫我们证明或证明说两个2乘2的矩阵的话，它们是不是具有交换性？有没有？那答案一定是错嘛。那刚才已经跟你讲矩阵不具有交换性，有没有？比如说我 given A 等于1021， B 呢给多少？1234。你说尤教授每次都给那么简单，当然越简单越好，这样你们去考试的时候就或者是应用的时候比较简单。那 AB 相乘呢？你说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我们会在这一节这一章的我看看现在应该在被我挤到了第5节去的第5节会讲到讲那个列运算、行运算有没有？那这个式子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列运算的一个公式那它列运算是把第一行乘2加到第二列，第一列乘2加第二列，所以答案等于58。我用心算就可以算出来了，你不信你就按照矩阵的运算。那这个放在另外一边的话就变成是行运算，变行运算那是在后面都会跟你们做一个讲解，但是这个例子都要自己造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51、2跟4这个框架因为24不会变，24不会变了没有？所以这个都到时候都可以
看出来哈，咻咻咻咻，应该对哈。好，如果我有算错，你要告诉我，因为我这个例子很多，也不是很多，几乎都是我自己造的嘿。这个随心所欲就把它造出来，看出来，有时候做太快也弄错了哈。所以这一节其实是不难哈，那但是很多课本在讲解的时候都很啰里啰嗦，导致很多同学真的受不了哈。所以我就想办法在这边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跟各位做说明哈。那中间蕴含的很多这个入学考的考题，还包括你们期中考要出现的考题上哈，所以同学就稍微把它符号弄熟一下哈，把符号弄熟一下。那这一节呢就先录到这边哈，那后面呢再继续来看更多的一个有关矩阵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好。